我种小叶乐竹成活率非常高的独门秘籍，今天分享一下。大家喜欢的买到这种生桩的，可以跟我一起学。收到货后，第一点，我不会马上去种它，我会拿一个喷壶啊，给里边喷点水啊，喷的湿乎的、潮乎的，是吧？然后把盖给它盖上啊，利用盆里边的一个高湿度啊。先把它这个小根儿给它吹出来一部分啊，如果你的桩活力够足，它一定会发根儿。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就是你不要太湿啊，不要喷太多水，稍微有点水啊，这里边湿度比较高就 OK 了。那么焖香时间大概是5天到7天左右，你打开盖儿，它出小芽了就可以种啊。7天以后没出芽，咱们也必须得给它种上了。那么第二个，咱们种植选土啊，选土要注意啊。我一般比较用咱们建筑工地上用这种河沙颗粒啊，不是那么细的，稍微有那么粗一点点的这种河沙啊，一般五金店有卖的。种植小叶乐竹啊，咱们一定不要用营养土去种啊，劲儿太大了，这小叶乐竹会黑啊。有些人说沙子没营养，你可以往沙子里边略微的掺一丢丢黑土或者是泥土都可以啊，按照体积算，不要超过1/5啊。那么小叶乐竹种植还有一点就是排水啊，盆的排水。排水底部的这个口要找东西给它堵上，咱们可以找这种网啊，也可以找垫片给底部给垫上啊。种植以后浇水，底部漏沙，对小叶乐竹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啊。还是那句话，根儿土要贴合好，然后咱们正常的去加底土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就正常往下加就行，不要用任何肥料啊，你羊粪什么乱码七糟的，千万不要给它用，用上就烧死啊。然后咱们把小叶乐竹的桩给它摁里啊，咱们事先吹出来的这个根儿最好接触到土啊，它就能完全发出来，这样会极大的提高一个成活率。盆儿选择啊，稍微深一点啊，能埋多深就埋多深。有条件的把后屁股这个桩头给它露出来，周边的浮沙要给它摁下去，千万不能空，土不能虚啊，土虚不发根儿，记住了吗？桩头前体的这个位置啊，也要给它塞实啊，一定要塞实。那么这样就大概就种植完了。那么接下来的做法很重要啊，要看完。然后啊，咱们浇水的时候，杀菌药一定要配上啊，一定要给杀菌药，多聚灵啊、峨眉灵啊这些，按照说明书的剂量去用啊。你别问我，我不是免费客服啊，按照说明书剂量去用就可以。再加上什么生根粉啊，生根粉要严格，非常严格的按照它的使用稀释比例说明去用，而不是你看别人的视频啊，随便往里一倒啊。生根粉浓度高了，用的次数多了啊，对植物不行，后期它芽子上不来啊。咱们把生根粉和杀菌药啊兑好了以后，为什么我不去浇水？啊，一浇水把这沙子都冲坏了啊，都冲跑了。咱们有这个喷壶的啊，咱们尽量的给它拿到卫生间，是吧？用水给它喷透啊，喷透。喷之前，你的药液啊要摇晃均匀，然后给它喷湿喷透啊。如果说你喜欢浇水的啊，你可以在这个桩头的这个位置啊，给它铺一个毛巾啊，防止沙子的一个流失，然后把水给它浇透啊，一定要浇的沙子特别湿润，完全浇透。那么桩头位置啊，有条件你给它贴一个创口贴啊，防水的，或者贴一个这个锡纸啊，不要让这个桩头长时间的积水，是吧？后期容易发黑。浇透以后啊，咱们找一个白色透明塑料袋，给它湿度保住，桩头露出来啊，避免给它都捂住以后桩头感染。桩头给它露出来，湿度保住，放在阴凉的地方。啊，每天都要去喷水啊，杀菌药3到5天左右用一次，用3次到4次啊。生根液用1次到2次，别用多了啊，千万别用多了。然后这个桩头什么时候出芽了，要给它调整光照。光照在哪儿？我讲的直射光、散射光、明亮光的一个位置啊，一定要放在散射光的位置。你想让它桩头往那边长，就是这么去调光啊，光搁这边，芽它会往这边背啊。你想让它顺着长，它就会往那边长啊。尤其是出叶的时候，利用光调整枝条的一个造型。出芽以后光线要明亮，不能暗啊。没出芽的时候可以稍微暗一点啊。这是我养死3万块钱小叶乐竹总结出来的经验，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那么10天之前啊，种了一批小叶乐竹，当时拍视频了，教大家这个小叶乐竹应该怎么种。那么当前这个时候啊，很多这个花园买到的乐竹开始出芽了啊，都开始已经出芽了，是吧？不要高兴的太早啊，它还没有活啊。咱们现在的养护重点还是2点要求
保湿还有控菌。那么咱们在给小叶乐竹浇水的时候啊，5到7天左右咱们配一点这个杀菌药。这时候菌很重要啊，你这个菌控不好的话，小叶乐竹会黑杆，虽然它发芽了。但是不代表它活啊，它会黑杆。那么咱们进行喷水保湿的时候啊，咱们把杀菌药给它带上。咱们这个沙的湿度一定要给它保住啊，不能干，一点都不能干，整个湿度都给它保住。那么杀菌的一个周期啊，那么大概就是5天到7天左右给一回，大概是2到3回，那么就 OK 了啊。也有很多花友问啊，我这个竹子发芽了啊，这芽挺好啊，我还用套袋吗？这个时候啊，必须得套袋，咱们把袋给它套住啊。你可以把芽点位置不用套啊，可以给它这么去套，围个围脖，芽点位置露出来，桩头位置露出来啊。这里边的整体的湿度啊，盆里边的整体湿度，主要桩的一个整体湿度要保住。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去给袋上去扎几个什么透气孔啊，不要扎太多，扎几个透气孔，养个2天3天的透气口扩大，养个2天3天的透气口扩大，让它逐渐的去适应啊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肥啊，我是卖肥的，我告诉你，这时候千万不要用肥，湿度保住，菌控好，慢慢的等它出芽啊，发根。什么时候能用肥？这芽长到2米了啊，长到1.5米了，芽长上来叶片以后，通用的营养液可以给啊，有叶片才能给适当的给肥啊。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利用光照啊，利用植物的向光性，咱们进行一个方位调整，为后期的树形做好充足的准备。咱们怎么利用光照进行对树形的一个调整啊？举2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。那么像这棵啊，2个枝条比较壮，那么如果你要做成2个枝条，哎，向后背的一个双飘枝啊，咱们哪面冲着有光的地方啊，就是光照照进你家的一个方位啊。你想让它后期枝条往哪边长？哪边冲着光啊？原先是正对光，现在改成背对光。那么如果说这种立桩啊，你想做一个高的大的一个飘枝，那么咱们大概10天左右转一下什么？转一下盆儿啊，调整一下它的光照的一个方向，是吧？你调不了太阳啊，咱们就转花盆儿。那么很多人看到这时候啊划走了。那么接下来的重点，你就是没有注意到后期这植物出现问题啊。那么注意啊，我种小叶乐竹的位置啊，我后边挂了一个遮阳网啊，这个遮阳网是65%的。如果说你在家里边种植的话啊，你调整光照的时候啊，给它从暗往亮调的时候，咱们要挡一个薄纱帘啊，阳光不能直晒啊，阳光直晒湿度太低，这个小叶乐竹就死了，这是第1个注意点。那么第2个注意点，咱们还是说对小叶乐竹做好保湿的一个工作。那么尤其是你给它调整方位的时候啊，咱们还是需要套袋啊，大部分的桩体咱们给它套住啊，把芽点露出来。第3个注意点就是我的小叶乐竹刚养20天啊，这个时候在1个月之内啊，咱们喷水的时候可以略微加一点什么生根粉或者生根液。那么第4个注意点啊，咱们这时候要及时的去观察桩头位置啊，有没有黑斑啊，有没有菌害去产生啊？如果有的话，咱们一定要控制菌，就是咱们在喷水的时候啊，要兑一些杀菌药。温度越来越高啊，这时候一定要预防好菌害。第5个注意点就是这时候啊，不要给肥，千万不要给肥啊。这个小叶乐竹我大概10天更新一回啊，咱们更好的帮助更多人把这个生桩养活。咱们的这个大飘枝已经养成的小叶乐竹如何给它换盆？今天出个视频教程。首先讲下配土啊，我的主要机制还是以河沙为主啊，为了增加土壤当中的有机质含量以及整个土壤当中的一个保水性啊，我加了一些咱们的种沙沙货土。咱们的种沙沙货土里边有机质含量85%以上啊，保水性、排水性都比较好。那么大概的比例7:3啊，河沙占7份，或者是6:4啊，这些都可以。咱们给这个兑好的啊，给它搅拌均匀。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啊，要重量有重量啊，要排水有排水，要保水的有保水的，要有机质有有机质啊，它还不至于肥力太过充足。那么咱们准备好新盆啊，我用的是一个大碗，排水口比较大的啊，防止漏土，咱们可以垫一个纱网，哎，或者是你搁网上买的那种这个防漏垫啊，都可以。像那种材质的瓷盆啊，咱们底部可以去干什么？底部可以去加一层陶粒儿啊，薄薄的一层，增加一个沥水性。那么就 OK 了啊，不用加太多。咱们正常的加底土，然后给这个桩请出来啊。
我去年养的小叶乐竹，根系特别发达。咱们种植的时候啊，这个根须啊，你不要修剪，它剪完以后会出现大量的黄叶啊。咱们趁着种植的时候给它调整一下，哎，生长的方向啊，这时候可以轻微的干什么？进行一个提根，然后咱们周边的土给它干什么？给它添实。根须啊，一样啊，贴砂掌，根须尽量的去。哎，往下去压，尤其是桩头底部的这个位置啊，因为桩头底部它有什么？它有根须啊，咱们一定给它添实啊。咱们表面多余的浮土啊，可以往下去什么？去给它撸一撸。然后咱们不烧苗的啊，刺激植物长根的微生物有机肥是吧？加快它的浮盆啊，咱们在盆面给它撒上2勺。然后咱们浇定根水的时候啊，小水慢浇。浇足浇透，那么这时候啊，提根提的比较高啊，它会漏一些土啊，表面也会漏一些须根。这种情况，咱们先坚持10天半个月啊，后期咱们可以在这个盆面啊，稍微加一点这种矮珍珠似的护盆草啊，或者苔藓，是吧？这样土就不会流失啊。然后咱们给它放在阴凉通风地方去缓苗啊，缓苗的时候注意啊，盆土一点都不能干，土面稍微变色了，咱们赶紧进行喷水补水啊。那么5月份的一个季节啊，这个竹子缓苗大概是20天左右就 OK 了。夏天不要直晒啊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